那时候是差一点引起世界大战的，差一点又在打起来的。然后发出一颗子弹，你只要沉不住气，只要一颗子弹就打起来了。欢迎来到 Hi Day， 我是喜娜，我是台湾妞。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历史案件，是一个擦枪走火，差点又要引发南北韩战争的一个案件。如果对于南北韩之间的关系有兴趣的人，应该都知道板门店这个地方。南韩最北部北韩的交界处呢，那边基本上有一半的地是北韩的，一半的地是南韩的。那之前有一些历史画面啊，比如说文在寅、金小胖他们在那里握手啊、合照那些，基本上所有的谈判或者是南北韩的亲戚会面的活动，他们都会办在板门店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现代人对于板门店的印象。那板门店呢，就是南北韩战争他们当初所协议的这个停火线，所以两边呢都有军人的驻守。那在1973年有朴正熙执政的这个时期呢，还是南北关系蛮紧绷的时候，因为停战没有多久，南韩这边也是有美军在驻守的状态。板门店这个地方呢，有南北韩的士兵驻守在那边，各自会有站哨的地方，观察的那种站岗的地方，不管是没有当过兵比较专有名词。这个位置呢，是南北韩的居民呢都可以看到的一个地方，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大一样。其实并没有互相非常警戒或者是非常对峙的状态，反而是南北韩的士兵是有一些交流的，可能会拿一些东西请对方的士兵吃，就是巧克力豆你要不要吃啊？这种根据这些查到的留下来的传闻，一群男生在一起就是会称兄道弟啊，拿香烟就可以变成好朋友。但是呢，毕竟是两个不一样的国家的士兵，外加呢两边的生长环境，一个是共产主义，然后一个是资本主义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所以喝醉酒的时候还是很容易有一些擦枪走火的状况。你说他们一起喝酒吗？或者是如果提到一些有关于国家爱国情操方面的事情呢，会容易会有冲突。他们这个位置跟双方身份很敏感的状态呢，如果发生冲突是很容易上纲成国际问题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地方呢，就是南北韩唯一会交流，也唯一有在沟通的区域，两边一起共同管理的区域。在1976年的8月18号这一天呢，就发生了板门店斧头事件。他们那里的岗哨呢，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可能就是会以为说北边一群，南边一群，然后互相监督。可是其实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一个岗哨，然后旁边会围另外一边的人的一些岗哨。视野上面当然就是会有一些树啊什么的之类的。那南韩这边呢，他们是有美军一起驻镇的，发现说3号跟5号岗哨的中间有一棵巨大的树，特别是从南韩的这个5号岗哨呢，他要去看同样为南韩的3号岗哨，岗哨如果发生事情，他们要去救援嘛，会被视线所阻挡，就是由于这棵杨树越长越大的关系，所以呢，美军他们就主动提出说，那我们去把那棵树砍掉好了。所以当天的上午呢，美军这边的赫本中尉呢，跟巴瑞特中尉激了南韩这边的军，总共8个人，带着一些工具，就浩浩荡荡的前往这棵杨树边，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对谁没有人妨害，所以他们也没有说互相报告或什么，他们就是准备了工具，就是就剪树这样子很简单的行程。但是呢，朝鲜这边的士兵看到他们靠近那棵树以后，却非常激动的立即冲到那棵树的旁边，并且对他们说，这一棵树是由金日成，我们的金日成所种下的树，你不可以动这棵树。美军跟韩军这边也被他们的反应吓到了，所以就不敢轻举妄动，就先撤回到了他们原本的位置。他们撤回来以后呢，他们就觉得视野上的确是被挡住了。然后我猜他们可能也有一点多多少觉得不用这么大惊小怪，或者是如果这么大惊小怪，是不是北韩有想要什么举动？那就更需要去修剪这棵树。所以呢，他们到了下午还是决定要修剪这棵树，但他们决定先明明白白的跟北韩沟通说，我们没有要砍这棵树，我们只是要修剪它，因为它挡住了视线，所以我们要修剪它。不停地跟北韩强调这件事情。下午的时候呢，韩美联合军他们就派出了10几位的兵，再次的带了家伙们，又再次前往了这个杨树的底下。这时候呢，北韩也来了一群，也是10几个人，就团团的把他们围住。
南韩就再次表明说，我们只会修剪这棵树。然后呢，他们也得到当时在现场北韩有一个将校同意让他们修剪这棵树，于是他们就开始修剪这棵树了。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在讲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对。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做 Pak Chul 的北韩军突然就跑过来就说，停止动作，你们不能再做这件事情了。在减速的美韩联合军就一直觉得，刚不是说可以减吗？剩一点点了，我们把它弄完就好。Pak Chul 就非常激动过来以后，看他们没有要停下来继续动作，于是他就带了30几个北韩朝鲜军全部一起过来，要打仗了是不是？一瞬间围住他们了以后， Pak Chul 这个北韩军突然大喊说，杀了他们！现场所有的北韩军开始抢过他们手中的斧头，并且开始追击美韩的联合军所有的人，追到就砍，追到底的砍，不是说他们离开那一棵树就好了。然后现场有9名多的士兵也全部都受伤，就是一棵树而已，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呢？对，最后就是我们刚刚最前面讲的那2位中尉，他们就因此丧生了，所以才会特别提到他们的名字。这个事件才变成板门店斧头杀人事件，为了一棵树。对，而且南韩他们是在没有防备的状况下，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太小了，他们也已经得到允许了，所以大家都不能理解是那个 Pak Chul 到底怎么了。然后因为那时候天气很炎热，大家就会觉得 Pak Chul 是不是就是心浮气躁、乱俩拱这样子。这件事情很严重哦，不要觉得好像很轻松的在讲这件事情。那时候是差一点引起世界大战的，差一点又在打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南北韩战争刚结束，然后美国呢他们还在维持这边的和平，所以美国那时候立即就从日本叫来了美国军队的总司令，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并且他有正式的对外宣布说，北韩将要为这件事情负起他们的责任，承担他们的结果。好严重哦，很严重啊，加深了大家觉得北韩会无故挑衅南韩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并且总司令突然讲了这么重的话了以后，北韩还是拒绝道歉，嘴巴非常的硬，他们就说是你们南韩自己先挑衅的，是你们联合军先来挑衅，我们只是回击而已。你뭔 개소리야！他们没有挑衅，他们只是修树而已啊！到底有什么问题啊？逻辑是今日却领导种的树。朝鲜的这个不道歉的态度呢，就完全激怒了美国。美国启动了一个代号名为“保罗邦扬”的报复行动。这个行动其实我非常的惊讶，他没有真的做什么事情，可是他展现了他的武力，来警告北韩。他调来了5台航空母舰、F4 战斗机和 B-52 轰炸机，就总共24台，还有20几台的 F-111 战斗机，增设美军12000名。海军陆战队1800名，再增加所有攻击的地上型的攻击机械，放在南北韩中间旁边的海上面、土地上面，全部都调来。哇哦，你不觉得那数量很惊人吗？所有的武力都往这边集中。但北韩很酷哦。北韩呢，他还是不道歉，他也开始全面武装起来，要打来打来打。8月21号，你可以知道这中间其实真的还没隔几天，他们就地上这些重型武器，还有海外这些航空母舰、飞机，全部都弄好，全部都召集来的状态。然后就召集了46名的美军跟64名的韩军，100名的美韩联合军，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出发了。他们的报复行动就是这100名过去砍那棵树。对不起，我们觉得实在太荒谬了。总而言之，他就过去砍这一棵树，砍的整个过程里面呢，北韩完全不敢出声，就是非常安安静静的，让他们把那棵金日成领导的树给砍掉了。北韩也蛮幽默的，是不是？而且本来修枝叶就结束的事情，为什么要那个？对啊，这件事情本来就让和平落幕。但是突然有一名南韩士兵就像发了疯似的，就冲向北韩的岗哨，然后开始狂砍，把那个岗哨整个破坏掉。然后美军其实也傻眼，他们蕊好的内容并没有这个怕，可是又是自己同一群的军。后来才知道说，南韩他们想要利用美军现在很气北韩这件事情，又把所有的军力都调来南韩，一举攻打北韩，把北韩拿下来。他们不想要维持这个和平状态。但殊不知美国只想砍树。这很荒谬。南韩就是看砍树的过程，因为北韩很 peaceful，所以南韩就想说，好，我就是打你的岗哨。他就想说，只要你北韩，你敢派人，只要发出1颗子弹，你只要沉不住气，只要1颗子弹就打起来了，我们南韩就有赢的机会，因为现在美国就站在我们这边。但没想到北韩从头到尾默不吭声，让你们看。对。
你们看就看吧，哇，打钢哨了这样子。从头到尾无表情的，就是也是蛮聪明的。对，就看着这一切过去。在这之后呢，金日成一改他的态度，表示说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非常的遗憾，那以后会避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而努力。但是事后知道说，其实金日成会软掉的态度，是因为他那时候找了中国跟俄国一样是共产的国家，撑他的腰，给美国一点颜色来看看就对了。但是俄国跟中国呢，他们觉得是你们太荒谬了吧？就为了一棵树搞成这样子，没有人要帮他们，没有人要帮他。你们现在把美国惹得那么毛，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淌这个浑水，所以才导致金日成的态度软下来。这件事情呢，算是南北韩冷战时期非常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讲到南北韩对峙的时间，这是其中一件一定会提到的事情，因为导致于有美军的伤亡嘛。也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于美军后面大量持续的给予南韩这边军事力量去维持南北韩的稳定。以上呢，就是这次为大家所准备的这个有点荒谬的板门店斧头杀人的历史事件了，这样子为大家补充一些历史事件。那我接下来也要跟大家聊历史事件，发生在1983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呢，韩国已经取得了汉城奥林匹克的举办权，所以当时的总统全斗焕周游列国，去世界各地访问，说啊，我们现在有举办奥运了，请大家踊跃的参赛的这种感觉。当时的第一站呢，是来到缅甸的仰光。1983年的10月9号，所有的韩国高层，包含全斗焕总统，一群人来到了缅甸仰光这个城市。所有的高层呢，都是居住在仰光的一个饭店。总统呢，他另外有一个缅甸专门接待贵宾的宿舍。早上10点呢，所有的高层聚集在饭店大厅，他们准备要出门了。他们要去翁山墓地。大家比较知晓的呢，翁山苏姬。那这个翁山将军呢，就是他的爸爸。缅甸之前呢，被英国殖民了大概有60几年左右。翁山将军呢，他就是举办独立运动的这个人。当时他们有一个算是纪念仪式，要去做献花的动作。时间呢是10点18分，他们就一群人开着车就全部进到了这个翁山墓地。全斗焕总统他的车是另外从别的住所来的，但总而言之，他们10点18分抵达了之后呢，预计是在10点30分他们要举行献花仪式。就在10点28分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鸣笛声响起，叭叭的声音，然后就大爆炸。爆炸，造成了死亡人数17人，很多很多，然后轻重伤14人，大部分都是韩国过去的高层，然后所有的将军、政府官员，整个被炸飞。当天其实是周日，发生大爆炸的时候，全部的伤亡者要送去医院嘛。周日，然后医院人手又不足，现场非常的混乱。其实这个爆炸是北韩，在缅甸，就是要炸全斗焕。但是呢，全斗焕有够命大的，他的车呢就在爆炸那一刻的时候刚抵达门口，算错时间就对了。对，他们炸错人了，看起来很贵宾的车进去，就以为是全斗焕，对，他们以为是全斗焕，但那台车是驻缅甸的韩国大使的车，所以那个大使被炸死了。那个大使被炸死了。对，看到那台车进去，然后就开始鸣笛发讯号，然后那时候全斗焕的车才从后面所以那个鸣笛是攻击的讯号。对对对，那个鸣笛的一定要被骂死了，真的，因为他任务失败。当时全斗焕专车快要抵达门口了，大爆炸，当然就立刻掉头送回住宿嘛。对，护驾。全斗焕呢，他当天立刻下令取消所有的访问活动，6个小时后呢，就搭了专机回韩国了。那发生了这么大的爆炸案，警方就要开始调查凶手到底是谁嘛，所以韩国警方就跟缅甸当地的警方合作，清查当天爆炸案的周遭，然后就发现了当天只是被设置了3个炸弹，其中呢只有1个引爆，还有2个是未爆弹，真的是很精心设计了这次的爆炸案。他们可能是看要哪一边可以炸到他这样子。没错，甚至呢他们还发现了远端操控的装置，可以在1公里之外的地方去遥控爆炸，也是恐攻啊，对，恐怖攻击，没错，算是一个很大的恐怖攻击。发生爆炸案的隔天呢，就发现了3位可疑人士。第一个呢是隔天的深夜，有一个可疑男子，他是在江附近潜水，农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深夜在那边潜水，所以就报警嘛。警方抵达现场的时候呢，他突然站起来，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一个东西，是手榴弹。
拉开之后呢，之内往外丢，手榴弹就会爆炸嘛。可疑的男子呢，准备丢的时候，没想到手榴弹就爆炸了。可能是因为北韩制的就是比较不精细一点，这其实是北韩的一个阴谋。这个男子就等于算自爆嘛，受了重伤。再来呢，还有2个可疑男子也是在清晨，当时接近了河边，就是有渔夫他们要准备去捕鱼嘛。这2个可疑男子就接近了渔夫，但是他们没有讲话，他们就拿了现金指着河中央，质疑说这个钱给你，你可以带我去河中央吗？但是他们没有讲话。然后渔夫们当然就觉得有点奇怪，可是既然他拿着现金就拿跑，那我就带你过去。当时是2个渔夫跟2个可疑男子，其中那个渔夫呢就有觉得不对劲，就觉得他们里里扣扣有点多，然后又都不讲话，就也不像在地人。跟他的朋友就说呢，我要去报警，回岸上上厕所。跑回了岸上，其中一个渔夫就冲到警察局去报案，就说有2个奇怪的男生。他们那里的居民警觉性都好高哦。我觉得是那个可疑人士太可疑了，哩哩扣扣全身都手榴弹。没错没错。结果抓到警察局之后，没想到呢，其中一个人就拿出了手枪，突然警察局就开始有很大的枪战。其中一名男子呢，在枪战之中呢，不小心就被射到，当场死亡。另外，因为警方在追击的时候呢，这位一样又从口袋里面拿出了手榴弹，同样也就是他要丢出去的时候呢，这个手榴弹又爆炸了，他的手是整个被截肢的重伤。警方就调查到他们身上有一些爆炸案当天的爆炸碎片，锁定了这3个就是当天爆炸案的犯人。抓到了之后呢，消息就传到韩国那边嘛。当然韩国警察就觉得说，那我们要赶快去缅甸做对峙，然后是要把犯人带回来还是怎么样嘛。可是呢，缅甸一开始本来是很积极的配合，却在抓到这3个犯人之后，缅甸政府的态度有所转移，我们这边先征调就好。那为什么缅甸政府会突然的态度转变呢？是因为当时的缅甸政府怀疑爆炸案是韩国人自导自演的。对，因为呢，当时其实全斗焕政权，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518民主运动，这个爆炸案其实是发生在民主运动的几年之后，所以缅甸政府合理的怀疑韩国本地人对全斗焕弄掉，对，已经对全斗焕有非常大的不满，发生了这么大的518民主的流血事件。补充一下，避免有些人没有看过我们的影片，或者是跟韩国历史比较不熟，因为全斗焕他就是一个比较高度集权的军阀型的总统，所以在他的任内呢，韩国有一些民主运动，像你们之前看什么恩搭配啦、1988什么那种，其实都是全斗焕那个时期。没错，那也有做过相关的影片，你可以看一下这里。缅甸政府呢，他们怀疑韩国自导自演，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当初其实全斗焕总统呢，他的拜访行程里面是没有缅甸的，是在最后一刻在拟那个行程的时候，总统要求一定要把缅甸加进去。1980年代那个时候刚好是冷战，冷战呢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跟苏联的共产主义争权的感觉，北韩呢他们就极力想要靠拢共产主义嘛，中间有很多中立国家，缅甸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当时全斗焕极力的想要去找这些中立国家来靠到我这一边来，才会坚持说要去缅甸拜访。这个状况对北韩又很不利，所以北韩就派人抓到了这3个犯人，那其中一个当场已经死亡了，所以就是开始审问这2个犯人嘛。缅甸警方就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手榴弹其实在拉开这个安全鞘5秒之后会爆炸，发现呢他们手持的手榴弹的安全机制其实已经被解除了，也就是安全鞘被拔开瞬间就会爆炸了。但是呢这2个犯人并不知情，北韩这边就是要让你们灭口，也就是因为缅甸警方发现这件事情，才让犯人开口说我们是北韩派来的。因为他们就发现自己的国家背叛自己，祖国背叛了他，祖国背叛了。其中一位犯人自白说的，他们在爆炸前1个月，他们就从北韩搭船来到了缅甸仰光执行这次的爆炸计划。那这3个人到底是谁呢？一位是姜敏哲，北韩的军官，代号说他是9970。另外一位呢是申基哲，他是当场死亡的那个犯人。最后一位呢是姓金，他到死前都不肯开口他的名字。所以姓金的那个嫌犯，他重伤以后就死掉了。他后来有被判刑，他后来被判了死刑，在缅甸。对，死刑之前都没有讲他叫什么名字。犯人他们的自白是说呢，祖国也就是北韩交代的任务是说，你们做完了这次的爆炸任务之后呢，国家会派船去接你们，所以你们就在江边汇合，才会这3个人全部都跑
跑到江边，他们当时其实是要去找船的，等祖国来接他们，但是其实他们等不到船，根本不会有人来接他们。没错，因为祖国就是要把他们除掉。犯人说呢，爆炸事件发生前1个月，他们在干嘛呢？假装观光客，翁山墓地附近呢观望地形，模拟一下我们当天要怎么去执行这个爆炸任务。他们当时是用观光客的身份潜入在北韩大使馆的宿舍里面住了1个月。爆炸案事件当天的凌晨2点左右，他们就是前往了翁山墓地，设置了3个炸弹。然后他们说呢，他们当天就是有看到一辆高级的轿车，以为那个是全斗焕的车子，所以才会发布讯号。最终呢，2个月审判就下来。刚刚提到这个金氏呢，他被判了死刑。另外一位姓江的这个犯人呢，因为他从头到尾就是还蛮巨细靡遗的告诉警方内容而已，就是因为他的自白，他最后是被判无期徒刑的，最终就是在缅甸监狱度过他的余生。所以他们最终全部都没有被遣返，没有，等于说他就不是南韩人了嘛？北韩就是放弃他们了。而且呢，自始至终北韩的立场是我们跟这个事件无关，不是我们做的，完全跟这3个人切割。虽然北韩的立场是这样讲，很明显这3个犯人就是北韩人嘛，因为这个事件北韩当时在国际的地位受到很大的波动。第三国做恐怖攻击蛮那个，60几个国家与北韩渐行渐远之外，是有3个国家直接断交的，合力谴责。对啊，刚刚提到这个姓江，这个江敏哲呢，他最后在缅甸监狱度过25年，2008年5月在监狱死亡的。这个事件4年后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另外一个案件，大韩航空的爆炸案。当时的犯人呢是金贤基，同样也是一个恐攻行动，同样主角也是北韩，可以看上面连结。当时那个年代其实发生了还蛮多北韩的恐攻攻击的。大韩航空这个事件呢，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阻止韩国的奥运举办。这次讲的这个全斗焕也是，他们其实就是为了不要让这么多人去参加奥运，所以北韩其实当时一直积极的想要阻止南韩在国际上的情势。这个想法蛮愚蠢的，他就算把全斗焕给炸死了，奥运还是会举办。对啊。Hello。对，当时的死亡者呢多达17位嘛，像有外交部部长啊、农水产部次长啊、科学技术部次长、总统秘书室长等等，就是都是还蛮高官的。那其中也有记者啊等等的死亡者名单。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韩国历史还蛮重要的一个阳光爆炸事件。喜欢我们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 day 开小铃铛。我是唐妞，我是喜娜，下次见，拜拜拜。浩浩，对不起，我觉得太好笑了。就怎么办？他们100名浩浩都要去砍树。夹着尾巴回韩国了。你干嘛在这里？你手在，你不要在那边乱插油。太讨厌全斗焕了，好了，剪掉。好，真的。好，所以呢，以下就